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关心的是国际讯息，也就是川普跟习近平两人会先见面吗？答案是要先通话啊。我们看到这两个人要通话了。好，川普是说他在周五的时候就要跟习近平来通话所以他说这个美中现在进展的非常顺利，很快会有结果。他说在周五的时候要跟习近平主席通话，两国的关系仍然是十分的坚固。好，我们看到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说，美中这次的会谈就 TikTok 问题达成了框架协议。所以《华尔街日报》这边也针对了这个川普访北京的部分说中国是正在向美国示好说希望在 APEC 峰会前要这个力促川普来访中。那美国有开出条件，说这中方出售 TikTok 要视为一个试金石。中方打算派出的是总理李强出席22号的联合国大会。那到时候呢，其实这个川普访中的这个部分呢，可能就会在今年。那明年就换成习近平要出席美国这边的 G20 的这个领袖峰会，看起来有一些进展那我们看到说已经说邀请了川普在今年访华，但是外交部这边则是说没有可提供的资讯，依旧是保密到家。但是习近平在9月蛮积极的在讲话嘛，那当然就看到是一个美中的博弈新格局正在产生当中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元首理事会金砖国家线上峰会，以及这个抗战胜利80周年的93阅兵都有发表一些谈话。好，当然它贯穿的主题高度一致，都是推动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以及保护主义。好，那针对的当然就是美国这边川普的角色了。好，所以你看到10号王毅跟卢比欧这个通话了。那美国近期的这个消极言行不利于两国改善关系。那在15号的时候，《金融时报》就说北京有正式的邀请川普访问中国。那最新则是川普预告周五将跟习近平来进行通话。好，所以看到了美中之间现在对于 TikTok 的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成为了一个筹码呢？好，如何在美中之间他们两国达成了 TikTok 的交易协议？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他是认为说这个如果不同意，就美国关闭 TikTok 嘛，所以就直接会有一个交易框架，好像是被逼出来的。好，那当然看到新华社则认为说这个谈判是以两国的元首通话为一个引导说希望能妥善的解决 TikTok 相关问题那促进经贸合作上面达成了基本框架的共识。那中国这边则也证实说，其实就是 TikTok 的部分有进行深入坦诚的交流。那也重申说，中国不会以牺牲原则立场那企业的利益还有国际公平正义为代价，他们要寻求任何这个达成的协议，这是李成钢重申的。好，那美中之间到底对抗能撑到最后吗？谁能撑到最后呢？中国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则是认为说，中方现在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决心是坚定不移，尤其中国充分的尊重中国海外企业的意愿，所以支持企业在符合市场原则基础上面要展开一些合作平等的商业谈判。但问题是我们看到川普他目前有赶走了数十亿美元的一个大豆订单那看到是美国的农户正在错失这些销售额，所以蛮痛苦的。那专家就分析说，中国其实早在川普上任之前就已经扩大了大豆的库存，那很善于打一个持久战，所以跟美国的状况是截然不同的。那另外美国的新闻周刊则是报道说，全美各地的农民现在很在意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多项政策已经影响到他们，已经陷入一个困境了，所以农民非常需要援助。好，所以美中之间的状况已经看得出来有些不同了。好，那金融时报则说，现在中国在这个锗的这个实施出口管制之后，欧美市场就在经历一波绝望的供应危机。过去其实能在中国买到大概100公斤的锗，但现在中国能给10公斤，他们就说谢天谢地了，而且价格还比之前高了3到4倍左右。好，我们看到了川普现在说我可以跟习近平通话了，就在礼拜5啦。好，美中现在的这个贸易正在讨论当中。好 ，TikTok 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先请教委员。川普现在面临的是内忧外患，他当然很希望能够跟习近平见面，他更希望能够赶快跟习近平通个电话，他当然更希望能够在 TikTok 的问题上面能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出来。
美国在这 TikTok 的问题上面姿态摆得很高，他一直强调4个字，哪4个字呢？叫做不卖就禁。如果你不肯把字节跳动在美国平台的 TikTok 把它卖给美国人，让美国人来经营的话，那就会让你下架，就会完全禁掉。那依照川普自己po文的说法，说双方之间已经达成协议了，这个中国已经让步了。那依照贝森特的说法，是谈到说双方已经有框架的协议。请记住哦，框架的协议代表只有原则性，它并没有在细节上面有个定案。而礼拜五呢，川普跟习近平会通电话，我想 TikTok 的问题一定也是个重点。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大陆可以把姿态摆得更高一点。为什么？因为大陆至少有2大筹码在。第一个筹码，在美国 TikTok 的用户有 1.5 亿，也就是说有一半的美国人民都在使用 TikTok， 尤其是年轻的族群，有 65% 是习惯于使用 TikTok。如果这时候美国真的在中国不卖的情况之下，在字节跳动不卖的情况之下，他真的把你禁掉，把你下架了，那是会引起民怨的。你现在川普的民怨已经很高了，支持度已经在下降了，他经不起这样的折磨的。好，第二个是这个 TikTok 在美国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有10几万，很多人是靠 TikTok 来维生的，很多的网红啦、卖家啦、电商啦，都是靠着 TikTok 来维持他的生计。美国现在经济不好他的失业率已经突破了警戒线他的通货膨胀率现在也很严重如果说你现在真的把 TikTok 下架，把它禁掉了，那你这时候失业的人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时候造成的物价的上涨、通膨的现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上，中国是有筹码的。好，第二个谈到中美之间在关税贸易战已经进入第4轮。在西班牙马德里是第4轮的谈判。依照我谈判的专业来看的话，在这场谈判里面，若要打持久战，中国当然有利啊。中国至少有3大有利。第一个有利，时间对中国有利。我刚才说过了，美国正面临内忧外患，他必须及时要立威，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美国还有个国会，有个在野党在牵制，还有一些对川普本来就存在恶感跟反感的这些媒体，所以基本上时间对中国是有利的。第二个，中国的筹码比美国更有利，除了我们大家熟知的稀土以外，以及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大豆以外，另外的玉米啊、小麦啊、棉花啊，都一样有这个问题存在啊。美国中西部都是农业州，这些农业州都是川普的铁票区。现在他们的大豆卖不掉了，烂掉了，要清理了。加上他们这些农产品都跟银行有贷款买种子、买肥料，那么都跟银行有贷款。这一来的话，银行的贷款还不了，也会引发金融的危机，金融的暴雷可能就此发生。那第3个问题呢？这几年来，大陆基本上在进口替代跟出口替代上做得非常的好，基本上也使得大陆依赖美国的少，美国依赖大陆的多。所以把握这3个中国大陆在中美谈判中具有的优势地位，我认为打持久战中国会赢。好，接下来问赖老师。大陆的策略其实摆得很明白，态度也很清楚我想这么多年来，他的态度就是你要通话，我们就通话，可以的；你要谈，我们就谈，也可以的。那我该坚持的，我就会坚持。可是呢，你想打，那我就奉陪，就该打就打。可是你要我单方面让步，那做不到就是说你玩了半天，但是你要我单方让步，那这点我就做不到了。贝森特对 TikTok 开心到不行，他认为他已经谈下来了。这个就好像当初跟稀土一样，谈完了以后他开心的不得了，他说我们获得了，没有我们看到今天为止，对不起，你要100公斤，我了不起给你10公斤，
而且价格是4到5倍了啊。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就是说，在这一次里面，大陆也讲得很明白，有关于 TikTok 的问题，一定要用文件的方式，白纸黑字写下来，而且要经过你的审批，也要经过我的审批。那他的态度跟原则是这样子，态度跟原则是：第一个，你要尊重企业的意愿，就是 TikTok 他愿意被整并，或是被并购，或是被入股，你要尊重他的意愿。第二个，你要根据市场的价格，也就是说，国际市场、美国市场多高，你不能用政治的打压把它价格贬低，你要用国际市场的价格。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把它整个 TikTok 我把它剥离了好几个成分了，也就是说，关于它的客户的资料，还有它的数据居，那就交给一个营运中心来去负责。所以 TikTok 本身的数据居，它移到另外一个，可能放在甲骨文里面，可是它演算又把它剥离出来，它的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又把它剥离出来，所以等于是剥离了好几块。那对不起，涉及到国家安全这个部分，你要完全经过中国大陆的同意批准才可以。那也就是说，你看要两方通过这个法律这个法案都要完成，要批准。接着呢 TikTok 你要有买家说愿意买，然后 TikTok 还要说我愿意卖。第二个，价钱多少。第三个，这些文件都弄完了以后再送到中国这边来，中国大陆来审查，审查以后发现这个有国安的问题，所以不能卖，那也不行啊。所以并没有说这次谈完以后就说要卖了。我所以觉得贝森特高兴得太早了因为等到这些程序完成，你认为美国整个程序完成，中国整个程序完成，我讲的是只是他们讲的双方的文字稿完成要多少时间，然后等到这个买卖，国际间的大企业的买卖也不是1-2个月就完成了，可能好几年，可能你川普下台了以后也还没卖成了。最后我谈一个大豆的问题。上一次川普的时候，大豆中国的关税，美国政府买单，可是中国大陆这一次跟上次完全不同了，这一次的做法是完全不下订单，你美国政府没有办法帮美国的大豆农去缴付中国的海关的关税，连订单都没有，你说到底会不会紧张？当然，美国大豆农焦虑到不行嘛。我们接下来问将军。TikTok 这次在谈判之前这个川普已经放话了这 TikTok 谈判是而后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试金石那我想说，这个习近平已经正式邀请川普到北京去访问。那双方中美双方在这种氛围之下谁都不愿意破坏这种气氛。那白宫到现在没有说要不要去但是不可讳言，这个 TikTok 这一次的交易确实是川普来讲的话，是一定要有所收获了如果他没有收获来讲，没有达到某一种的成就来讲的话，他也很难在国内有所交代。那我想说，中国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做了一些的让步这是必然的事情。那我们看一下这次来讲，双方所达成的只是框架式的协议。其实这个1月9号，今年年初1月9号的时候，美国这个法院就已经判定这个 TikTok 一定要卖不卖的话就禁但是因为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自己很多的这种年轻人就开始有一股 TikTok 难民潮出现了，大家就跑去弄小红书了那你很明显的你就是很难进得了那这次来讲，我想说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他讲的那句话很有玄机在里面。他讲了什么呢？这个中国绝对不会以牺牲这个原则立场、企业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为代价他讲得很清楚。那什么叫做这个企业利益？我觉得如果说就 TikTok 来讲的话，它最大的企业利益，其实如果说是你在美国不能够被禁掉的话，它也没有收入而我觉得最核心的利益什么，就是演算法。TikTok 之所以能够让美国的年轻人1.5亿人这么疯狂，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演算法。它的演算法很简单嘛，就是你喜欢看什么，我一直推什么给你看。这么多的资讯你喜欢听唱歌的，我就不停的推唱歌的节目给你看，而且我还知道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这是核心中的核心技术。那这一块
我相信中国不会让的。所以他讲的这句话就是这个。那其他的部分来讲的话，譬如说卖给某一家的企业让某一家企业能够经营，那让美国可以很安心的保护他自己所谓的国家利益，这个个人的讯息资讯来讲的话，那这一块我觉得他可以让出来，也就是中美双方在 TikTok 这边，我们看出来双方各自退让了一步这是当然谈判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说双方都坚持不下，其实对双方来讲都没有好处。那我想说，大家往前面再看，后续来讲的话，当然这个川习两个能不能够见面，不管是在北京见面或者是 APEC 见面，我觉得对后续来讲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关心到的是中国歼系列哦。好，现在呢有一个国家抢着买，就是巴基斯坦哦。他曾经击落过这个印度的战机嘛，所以巴基斯坦总统现在飞到中国这边，他们访问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的工业集团哦。好，那这个是在这个成都的制造基地哦，那成为第一位访问成飞的外国元首。好，你可以看到这画面，他走上了歼十的座舱哦，比个大拇指跟歼十来合影留念哦。好，那巴基斯坦总统参观这个中国歼十 C 的战斗机工厂哦，就说现在在这个新杜尔的行动当中，其实对抗印度这是至关重要，所以他说要深化跟北京的关系。好，那中国大陆当然是也要秀自己的肌肉嘛，看到解放军的海军招飞的宣传片，哇，很多人说这个歼35CG 的画面真的是太燃了。好，另外呢也有这个红鹰飞行表演队的空中比心哦，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些画面哦。这是19号到23号解放军空军将在长春举办的航空开放活动哦，他们展出了100余型的空军现役飞机，那地面装备以及退役的经典装备哦，首次静态的展现了歼20，还有首次安排了轰炸机编队的通场，还有81红鹰跟天之翼的表演队哦，都献上了一个精彩的表演，所以你可以看到刚才是画了一个爱心，很厉害齁。好，那当然看到现在中东也狂买中国的无人机啊，他们这个以色列因为空袭卡达嘛，所以中东现在想要筹组阿拉伯北约来进行应对哦。他们在14号的时候，阿拉伯跟伊斯兰国家的外交部长有齐聚在杜哈，好，为了因应15号紧急峰会来做好准备，就是要研拟以色列空袭的联合应对方式。好，那他会议当中就有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以开罗为基础的阿拉伯北约的部分来进行，这是一个蛮创新的举动哦。好，因为以色列逼迫之下，好，那中东的防务新合作的一个动向哦，这个到底阿拉伯北约的成立会需要什么呢？当然会需要一些武器系统跟通讯基础的设备来训练，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整合。那当然这也会为中国大陆提供一个技术支持的机会哦。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武器制造商过去10多年哦，已经在阿拉伯世界销售了多种的系统，所以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是日益增强的。好，那根据呢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一个数据哦，发现从2015年以来，中国对中东这边的武器出口是激增的，特别是在无人机跟导弹系统方面哦，所以这部分看起来有在区域上面做出一些新的平衡调整。好，那继塔拉之后，现在美国将引爆的是拉美冲突嘛？我们看到川普现在又在说要打击委内瑞拉的运毒船，那美军攻击的瞬间，我们看到这画面也曝光了。那当然看到川普说，因为美军针对的就是委内瑞拉毒品走私集团，所以2度的发动了攻击，造成了3人死亡。那这个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呢，则是很生气嘛，他说这一连串都是美国的侵略行为，说两国的沟通都已经被美方切断了，双边紧张的局势也是急速的升高。好，所以拉美这部分跟美国之间说这是后花园嘛，怎么现在变成好像有点敌对呢？那加勒比海上的美国霸权的主义阴霾哦，拉美专家认为美国现在都以这种
种弃毒的名义哦，对这个委内瑞拉来施压，意在颠覆委内瑞拉的政权。那同时又要谋取继续增强在拉美地区的一个掌控力。对于美国的门罗主义的霸权思维哦，这拉美国家应该集体的说不。好，委内瑞拉的这个位置呢，是连接于南北美洲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哦，所以呢，其实现在美国增兵加勒比海哦，是会强化这个地缘的博弈哦，所以会对地区形成一些压力哦，所以可能会让某些国家必须对美国进行妥协。那英国的经济学人则认为说，美国最近哦在拉美的强硬举措可能会变成是拿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好，那中国的歼系列确实非常厉害，连巴基斯坦这边哦都要到中国大陆来看。我们首先问将军，其实这次以色列攻击卡达然后卡达所有的武器系统几乎都停摆，这不稀罕。其实我们军中有一种东西叫做这个敌我识别器当过兵的应该都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原来这个敌我识别器，譬如说我是地面的飞弹部队、防空部队嘛，那我们自己飞机飞过去的时候，我用肉眼不见得辨识得出来雷达上面我不见得辨识出来，但是它如果打开敌我识别器的话，我的飞弹就不会去打它。为什么？因为避免误击嘛。那讲到这边，我特别觉得很好奇，美国前一阵子在红海，它有一艘驱逐舰击落自己的这个杜鲁门号上面的一架这个 F18 战机那可见的说，美国非常的散漫，他居然这个飞行员连自己的敌我识别器都没打开，所以才会被自己的飞弹击落。这看出来美军来讲的话，现在从这个动作就看出来很散漫。当然，这个以色列攻击卡达这件事情，当然会造成所有中东地区这些土豪国家的惶恐跟不安了我买的都是你美国装备，结果你美国要打我就打我。其实美军光干这种事情不是一个国家，我再举一个国家为例像阿根廷，美国来讲，阿根廷那时候要买别的国家飞机，他说你不要买别的，我的 F16卖给你，为什么？因为旁边叫福克兰群岛，对不对？这个英国的这个福克兰群岛，他又怕阿根廷去打福克兰，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我管制你 F16战机的话，你就不能去打英国的战机或者是军舰，所以美国用武器来当做这种他这个控制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来讲的话，这个昭然若揭所以我相信包括卡达、包括阿联酋、包括巴林这几个国家应该也看得出来，后续来讲他们极可能就是转而向中国来采购，就算是为了这个国际关系继续跟你美国采购部分的，但是他也会转移部分的武器来跟中国采购。那之所以说是我们讲说这个川普去打这个委内瑞拉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所以你要开战，第一个试问一下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你的战略目标是要夺取人家土地，还是夺取人家油田，还是要推翻马杜罗？好，就算你要推翻马杜罗，你靠这8艘军舰够吗？我们看一下，当年他在海湾战争推翻这个海山的话，动用多少部队？你用这个不足以推翻他执政权。第二个来讲的话，开战最重要有一个开战指导，我们经常讲中战指导，我用什么方式来开战，然后我要怎么样，在什么状况之下我要来中战。那现在看出来，川普各位看得出来他的开战是什么目的吗？也看出来他中战要达到什么目的，他要中战吗？那有开战指导，再有中战指导之后，中间有一个叫做全程战略构想你要依据这个来测定你所有的作战计划。那我们从这个美国川普这次来讲，他的行动，如果说你仅止于说是弃毒战争，只是打击这种毒贩，你需要动用到那么多的军舰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来讲，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川普真的是只是在闹一个笑话而已啦。你推翻也推翻不了，你企图用了那么多的军舰大炮去打几条这个小运输的这个船只来讲，根本达不到目的。所以我觉得这只是反而凸显出来美国川普的一个这种无知跟狂妄而已。好，邱毅委员，美国一直对委内瑞拉是念念不忘，还是把委内瑞拉视为他后院里面最大的心腹大患。从查韦斯开始，因为查韦斯在整个委内瑞拉治理的成绩很好，国家的财政也丰沛，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没有机会下手。查韦斯过世以后，马杜罗一上来，整个委内瑞拉的经济出了问题。美国一开始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培养另外的一个政治领袖，叫瓜伊多嘛。那时候是委内瑞拉议会的议长。
制造委内瑞拉里面有2位总统想从这个方式来制造委内瑞拉里面发生内乱、发生颜色革命，然后美国就可以操控，然后建立傀儡政权，最后失败了。但是委内瑞拉也受到很大的伤害啊，而委内瑞拉石油产量世界第一，那更是怀璧其罪啊。所以川普这么贪婪的人，他上来，他怎么可能让你马杜罗继续存在呢？所以很简单嘛，一句理由跟借口，就是你现在委内瑞拉成为毒贩的中心，你马杜罗也参与了毒品的买卖，那证据在哪里？不需要证据，我不要证据，我8艘驱逐舰就可以开过去，我10几架的战斗机呢，就可以从波多黎各就可以去攻击你委内瑞拉，然后我4500位海军陆战队，我就可以进攻你委内瑞拉。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这次想用外部的压力来制造委内瑞拉内部的颜色革命嘛，这就是川普的图谋。但是川普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非常引人反感的。你美国虽然是世界的盟主，盟主就要照顾下面的各个国家，可是你盟主不是啊，你盟主在掠夺人家的资源，硬是要把人家的国家搞乱，甚至用制造内乱或者暗杀等等方式来使这个国家最后只得依赖你，成为你的傀儡，听你使唤。这样的做法谁能够信赖你美国呢？同样的，这一次9月15号这个阿拉伯的国家齐聚杜哈讨论什么？埃及就提出来要成立一个阿拉伯北约。我一听了阿拉伯北约，我就替他们紧张。现在欧洲有个北约，欧洲北约谁在掌控？美国在掌控啊，尤其现在美国的总统叫做川普啊，所以北约搞到不上不下，到最后我说过了，武功魔秀，怕跑爱北，到最后北约的国家现在是苦不堪言啊。你阿拉伯国家成立的北约，阿拉伯北约，你最后还是得依赖美国，但是美国是狼子野心啊。说实话，以色列轰炸卡达的杜哈是跟美国合谋的吧？没有美国的合谋，他怎么可以顺利的轰炸掉这个杜哈里面的那栋楼呢？他怎么能够去精准的打击斩首哈马斯在里面开会的这些高层人员呢？所以很明显的，美国是最大的祸害。如果成立阿拉伯北约，仍然以美国为主体，武器也向美国买，以美国为中心，那不是自找死路吗？好嘞，老师。空战啊，在近代的空战能够一次以5-0完胜，而且对手使用的武器的战机并不是很落后的甚至有些战机还是4代半的。那也就是说，用4代的战机打掉4代半，而且5-0，这种战果，坦白说，在现在的空战真的是很罕见。这难怪巴基斯坦他们会觉得这么的开心，这么的骄傲而且呢，他们很愿意去展示他们这次空战的成果，就是歼10C。这个对大陆的军机的一个在国际市场上的介绍，那真的是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介绍。而现在大陆也已经答应把这个歼35也卖给这个巴基斯坦了，所以对巴基斯坦来讲，它的底气就更足了而中国大陆也利用这个机会，因为歼20是不外卖的，但是歼35是出口型，可以出口的，而且最主要是要用在舰载机这上面当然有人会认为说应该是歼31，也有这么一个说法是歼31，也有一个说法说是歼35。但不管如何，我们都知道这新的一代轻型的隐身战机，巴基斯坦是可以从大陆这边来获得了。好，那就代表大陆的军工企业已经到了国际之间非常顶级的一个水准。我觉得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是在于您这次看到了这阿拉伯国家的焦虑，为什么他们说要成立所谓的阿拉伯的这个北约组织？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对美国的不信任已经很严重了，已经发生了。过去美国努力的要把阿拉伯世界拉起来，叫做阿拉伯加以色列来对抗伊朗，也就是逊尼派跟伊朗跟什叶派的对抗。但是大陆很成功的
让逊尼派的领导人跟什叶派的领导人握手了，也就是让沙特阿拉伯跟伊朗的总统他们握手了，而且互成立大使馆了，而且互派大使了。外交部长，你看在这一次中，他们的来往的密度也很高了。这代表什么？阿拉伯的这种派系的矛盾，这么多年来的矛盾，中国大陆已经有效的把它稳定住了。这稳定住就不容易了。可是以色列短短的几个礼拜打了6个阿拉伯的国家，6个，这个就简直是已经是目中无人了。阿拉伯世界里面都知道，以色列敢这样做，就是因为美国的政策永远偏袒以色列。那对阿拉伯世界未来在哪里？他们要组成为自己的一个这个北约组织。可是问题是，容易吗？不容易哦。过去长期依赖美国的武器，那现在怎么摆脱？除非大量的向中国大陆采购。可是难道美国不会下手，不会去干扰，不会去破坏，不会去威胁，不会去利诱，然后不会去煽动一些国家来在里面搞鬼吗？带您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今天加入我们这1个小时的特别来宾。首先是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大家都很关心说赖总统在忙什么？其实我们明显发现他最近的行程变多了。好，尤其下乡在讲话的时候，他最新也都叫大家要鼓掌。好，那这个也变成了2创影片，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了，今天我们召开学校会议，大家都说说最近做了什么吧。校长，我先说，我昨晚带民众走读了，狠狠地教训了警察和蒋万安一顿。然后呢？等我看苗头不对就先走了。好吧，可以理解，不是战犯就一定要负责后。校长前几天隔壁学校的校长放出来了，我们帮你想了一个办法，把他继续关进去。可以啊，此举深得我心，我们是最好的薯条3兄弟。麦呢？怎么今天都不说话？校长，最近高雄校区好多事情，我震怒了好几次。好吧，震怒就可以了，你还是要注意肝啊。校长，你最近做了什么？掌声先来一下好不好？我宣布，未来我喝真奶的话，不喝全糖。好，满满的酸味跟讽刺味哦。好，那我们也在看到说，确实在823之后要重整旗鼓嘛。好，那赖清德当然他的风格现在被认为说南安基层的焦虑哦，说最近他参与的党务会议嘛，议员们到发言都到第3轮哦。有一位党政幕僚呢就说，地方的议员在党务座谈上面的焦虑都提到说，中央的讯息传达非常的不清楚。那执政的高层就认为说，这个党内的座谈看起来是广纳战术的谏言，但其实赖对重大的政策战略方向一旦有定见哦，它就非常难扭转。那最近内部的会议当中，愿意当乌鸦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好，这其实就是一个大危机哦。好，我们看到了赖清德不是说要宣布4大调整吗？但问题就在最新民调上面，大家都觉得没有感觉说他们都不挺了，说这个施政不足会进行检讨，就做出了4项调整，但是只有26.4%的觉得有效，57.6%的不以为然。那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年龄的族群里头都呈现一面倒，认为赖总统的4个调整没有用，而且还包含最力挺赖总统的资深公民哦，同样又是一个大危机。那问题就是现在美方跟台湾之间还是处在一个蛮敏感，尤其因为我们有这个对岸的部分哦，所以是不是美方也开始打一个模糊战呢？我们看到 AIT 他现在说2战相关的文件并未决定台湾最终的政治地位。好，国民党先跳出来这个驳斥发声说，再次重申历史事实，台湾主权归属中华民国是毫无疑义的。那尤其在2战后期跟战后的文件都已经确认，并以法律的实践将台澎跟其附属岛屿
归还中华民国，这些都是史实，班班可考。好，但是呢，这 AIT 说台湾地位未定论，其实美国国务院这边是认同的啊。他说呢，这个中国刻意扭曲2战时期的文件来支持胁迫台湾的行动，以征服台湾。但问题就在这样子的言论，很多的网友有一些意见说这会开心的就只有那些独派的傻瓜。那有人说这么多，那美国要跟台湾建交吗？那也有人讲老美从来没有承认台湾主权那怎么这么不建交承认我国呢？好，讨论声很多，但问题是不是真的只有独派开心呢？方恩格认为他说美国并没有说要支持台独，而且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基本立场应该没有改变，因此台独支持者不要太高兴，因为最后会很失望。好，那当然美国跟台湾之间我们都一直说麻吉很友好，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先看到华府智库的国防重点学者卡瓦纳，他在纽约时报撰文里头就指出说，其实美中两国比以往更多的时候都更接近因为台湾而爆发的战争，但是美国根本无力承担跟中国发生冲突的后果，所以有很多美国的学者现在是呼吁川普说要寻求跟中国达成一个新的协议，那恢复台海两岸的平衡，而且要强烈的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撤走美国派遣台湾的一个军事教官，让台湾意识到美国的军事支援既非保证也非无限，这或许就是维护台湾自由的最佳方式。好，那这种方法跟现在的方式是稍稍有些不一样的，所以网络上的网友的讨论就认为说，哇，这是哪来的野鸡专家讲这种言论你是要逼死青鸟吗？好，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台湾其实无人机的厂商这个也蛮厉害的，但是没有列入在美国的供应商名单所以专家说可以从一个地方来突破。好，我们看到这是美国出口的法规非常的繁复嘛，所以无人机采购要另设这个合可供应商的名单，但是目前台湾的厂商都还没有办法能够入列。那专家就认为说，其实欧洲这几年跟台湾之间的这个技术合作有低调的在累积，那无人机正是一个关键的领域所以建议台湾的无人机业者可以先在欧洲市场来扩大规模，再打入美国的市场。好，这是专家给的建议。好，但是我们看到这赖总统忙什么？这二创影片真是把最近所有的梗都包在一起了。好，很多人看到还是会心一笑。我们先问邱毅委员。莱尔校长在忙什么？莱尔校长在捕破网，但是呢，我问了好多人，他们都回答我一句话：，一共撸爆撸大汤，确实如此吧？你赖清德要去捕破网，可是你问题本质上的问题，你不知道，没有了解，没有改进，你只在浮面上以为宣传不够。以为上情无法下达，结果当然抓不到问题的重点嘛。所以套句俗话，笨蛋，问题就在赖清德你本人。赖清德说开会找很多公职人员、基层干部、党员来开会，还说发言到第3轮，发言到第5轮也没用啊。为什么？我太了解赖清德这个人了。赖清德这个人是个极端自卑到自恋跟自负，所以当他听大家发言的时候，合他意的、拍他马屁的、对他推崇备至的，他就脸露微笑。可是如果你一旦做乌鸦，对他批评，他马上激起来面揪给你看。所以基本上到后来，大家看清楚啦，我何必呢？我何必给自己惹麻烦呢？所以。对他有不同意见的人，想做乌鸦的人，最后就把嘴巴缝起来，就不讲话了。所以赖清德即使怎么下乡做团结集讲，到最后他没有解决本质的问题，仍然没有办法达到团结嘛。所以很多人讲，赖清德说要做什么调整，问题是你嘴巴就讲讲而已啊，你真的会有具体的办法付诸执行吗？所以很多民进党的公职人员或地方的党部的主管就说，那我们听听就算了，反正总统讲了，命令下了，我们就点头啊，然后做笔记呀，但是听归听，做归做，
那我们就不动就好了。为什么？因为赖清德这个人还有个缺点，叫做你不只会假劲弄画画，而且有功无秀，怕破爱赔，这就是赖清德性格啊。但你去做的人反而有风险啊，到最后反而自己倒霉啊。所以到最后大家就是阳奉阴违嘛。这个就是赖清德在治理上基本发生的问题，你不从这个根本来解决，是无法改善的。再加上赖清德就是个小肚鸡肠的人啊，他有时候会为德不足。什么叫为德不足？8月24号，他觉得该跟蔡英文和解了，所以把蔡英文请到他的官邸，要好好的和解。可是和解完以后，他又觉得好像很窝囊，怎么向蔡英文低头呢？所以第二天8月25号，马上找小英男孩开刀了。蔡英文一知道说昨天要跟我和解，今天找我的小英男孩开刀，还放出了一个什么，说背后有更大咖的，显然这个剑指蔡英文，所以他当然生气啊，一样啊。邱毅人跟他建议说，干脆让这个柯文哲交保，结果让柯文哲交保以后，他又后悔啦。所以经过了4、5天以后，他就叫北检再提抗告啊。所以北检在昨天不是讲了一句，林俊廷主任检察官讲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吗？他说我们本来没有要提抗告的，是因为你讲了政治性的语言，我们才提抗告的。说实话嘛，这个就是赖清德性格嘛。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你今天要做好人就做到底，你不能做好人没用做歹人更没大，到最后好的也没做成，坏的也没做成，就掉在半空中。这就是赖清德基本上治理的问题。好，赖教授，在民进党内谁不知道赖清德的个性就是说他听得进去意见吗？我想大部分的民进党人都知道，赖清德不但听不进去意见，如果他听到跟他意见不同的人，他会对他记得很清楚。那个记得很清楚，基本上来讲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对，因为赖清德记忆力很好，他记忆力很好，而且他记恨，所以呢，特别是记跟他意见不同的人，所以你会发现他用的人里面，曾经跟他唱反调的，跟他拍板的，跟他拍过桌子的，跟他有不同意见的，他基本上都不会用在关键的好位置上。这个就是赖清德的个性嘛。所以当他说我现在要党务改革，我要有4大改革，我要下乡去，我要倾听基层的声音，谁敢说啊？因为每个人知道你的个性没变，你又不是从政这1、2天，你从政几10年了，我们都知道你在玩这个。那到时候你引蛇出洞啊，你把我一个讲的话讲出来，我到时候我倒霉，不行。所以每个人都要歌功颂德，歌功颂德就有好下场。讲真话，说实话，提谏言就没有好下场。那当然，广大的台湾的民众看到他从2·8失败以后到现在，大家都感觉没有改变嘛。台湾没有变啊，赖清德没有变啊，民进党没有变啊，还是一样好斗啊，而且还是没有跟在野党好好的沟通啊，也没有跟全台湾的民众好好的沟通，所以大家都感觉没有变，那就是绝大部分人确实都感觉到没有变。那既然都没有变，就对他越来越不寄予期望。我觉得这个才是他领导的最大的危机，就是广大的民众也对他没有期望了。我觉得这个，如果他在明年的9合1的选举，民进党再惨败的话，我个人认为他应该就算跛鸭了啊，他也应该要知道，本来2·8失败了以后，他应该就要跛鸭。理论上讲，政治人物就应该要辞职下台，但是我们相信他的个性就是不会辞职下台，因为他对于权力有强大的欲望啊。那这个人等到明年惨败以后，搞不好他还要在党内进行更严厉的斗争，因为他想继续连任啊。好，我觉得 AIT 讲的话，坦白说，台湾的老百姓真的是相信的也不多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美国的国务院说你认同 AIT 讲的话，那你就把 AIT 改名嘛，你就正式称为大使馆嘛，你就派
大使人员、领事馆人员嘛，那中国大陆绝对不会接受嘛，你就赶快跟大陆就断交嘛。可是你没有啊，你一方面跟大陆建交，你二方面你跟大陆说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那请问一下，你等于是你是在欺骗台湾的老百姓，忽悠台湾的老百姓，又在打台湾牌，而且刚好就在中美的贸易谈判的时候，我永远玩这一招玩不腻啊，这一招没有高明了，美国。但可能美国的牌现在只剩台湾牌可以打了哈。好，将军，这个美国这个学者卡瓦纳讲了这句话啊，台湾不值得美国为我们而开战，我觉得有他这个道理在哈。大家这个我仔细的分析给大家听，学战略的人，那一开始一定是学战略判断哈。这个我们学战略有一句名言，叫做以不一定获得之利，想要抵消一定获得之害，那是战略上面极大的错误。那我们看，如果说就美国立场来讲的话，这个美中开战，它的利是什么？它不一定获得这个利哦，它能够如果说打赢了，它的利就是将大陆继续这个封锁在第一岛链之内嘛，但是是不是一定能够获得？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有个判断，这美国不一定打得胜这个仗，但是他一定会获得，不管你战胜战败，一定会获得之害。我想说几次的 CSIS 兵推里面，最起码都证明一件事情：你美国要付出很重大的伤亡代价，这是一定会获得之害。那你想想看，利跟害两者之间，美国会怎么样取舍？我相信这个大家心里头肚子里面应该就已经这个有所答案了哈。那我们现在再仔细来分析，如果中美两国开战的话，我们从这个利空时来分析，决战地什么地方？就是台湾嘛。那如果说台湾是决战地的话，谁具备在地优势？这不可讳言，就是大陆具备在地优势嘛。因为这个距离大陆沿岸来讲的话，这个最远的地方200公里，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这个新竹到平潭只有70公里，那大陆绝对具有在地优势。第二个，我们就双方的兵力来看的话，那美军来讲，能够在这个地方用的兵力有多少？你顶多是这个驻日的美军，还有关岛的美军到这边来作战哦。那大陆来讲的话，它在这个地方海空加起来，包括可能它的陆战队在这个地方，那兵力一定是碾压你美军的绝对优势，这个兵力。第二个，我们来讲说是这个火力来讲的话，我们从这次93阅兵，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军来讲，它不管是这个战略级的洲际导弹，或者战术级的这对舰攻击的各种导弹啊，包括到鹰级15、17、19、20、21等等，东风21等等来讲的话，它每一种武器都是超高音速，而且绝对可以涵盖打击到你关岛所有地区啊。但是我们看到美军能够有什么武器？你远渡重洋而来哈，那你在这个地方能够施展火力，我想说这个东西，我想说我们大家也可以很明确的有一个数字上面量化一个比较。那在火力上面，你绝对不如解放军。第三个，我们讲补给线来讲的话，那美军你要靠的是海上的补给，甚至于最近的地方你在关岛，那你关岛你可能都是第一线被打击的目标。那如果说你在更远一点的地方，从夏威夷远渡到关岛地方来，你这个补给线那么长，你在海上会不会被解放军的潜舰所截击、所攻击？但是解放军来讲，它补给线就这么短啊。如果说就算它要登陆台湾来讲的话，它大概就是跨个海峡200公里的补给线，它就可以在台湾地区决战。所以我觉得说，就兵力、就决战地、就火力、就补给来讲的话，好，这几点来讲的话，那美国学者卡瓦纳讲这句话，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美国会不会为台湾而战？好，美国会为台湾而战吗？大家怎么看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